一边是华尔街头号空头大摩发布冷酷报告，宣称存储芯片周期已经见顶，海力士和美光即将迎来寒冬；另一边却是瑞银大幅上调目标价，给出极度乐观的判断。这两大顶级机构完全相反的观点，让全网无数投资者陷入了焦虑的十字路口。特别是当你看到美光股价持续承压， SK 海力士单日出现超过 7% 的大幅下跌时，很多手里拿着筹码，看着账户浮盈快速缩水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慌不择路。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这波看似恐慌的调整，恰恰发生在 SK 海力士即将赴美发行 ADR 的前夜？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周期见顶回调，而是一场由华尔街顶级大资金利用两地市场定价差所策划的史诗级的筹码交换与定价权掠夺阳谋。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看情绪，不猜涨跌，而是直接用底层的财务与博弈逻辑，帮你把这件事儿从里到外彻底拆透。我会帮你理清3个在其他渠道很难听到的核心真相。第一，重塑估值体系。SK 海力士赴美发行 ADR 到底会怎样重构这家科技巨头的长期估值？这与美光长达 30% 的每股溢价有何本质联系？第二，多空博弈真相。大摩砸盘式看空报告背后，究竟是基本面的反转，还是短期资金为了跨市套利而刻意制造的情绪踩踏？第三，生死时间节点。紧盯7月9日、7月10日以及7月29日这3个决定下半年持仓节奏的关键窗口，看懂大资金在这些时间点的真实底牌。看完这期视频，你将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产业防御框架，不再被单日股价震荡打乱节奏。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噪音的市场里，用专业机构的视角看清资金动向，请订阅智行投研室并打开小铃铛。现在你手里持有的是美光海力士，还是处于空仓观望状态？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持仓，我们一起透视市场的底层情绪。很多人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无非2个，手里的仓位要不要在震荡中退场？调整之后，到底什么位置才是合理的资金安全边际？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 K 线波动看，必须把估值、基本面和资金流这3层逻辑依次拆开。我们先从最重要也最容易被普通投资者忽视的估值逻辑说起，这也是多数人对 ADR 上市理解最浅的一层。同样是全球顶级的存储芯片巨头，你可能从未留意到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估值体系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维度里。美光作为美股市场的核心半导体标的，面向的是全球最庞大、最活跃的资金池，这里机构持仓占比极高，全球投资者可以无缝参与，因此市场愿意给予它更高的流动性溢价。这种溢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交易便利性、深厚流动性和全球金融市场定价权共同堆叠出来的。如果从最直观的市净率，也就是 PB ratio 角度来看，在过去数个周期里，美光长期享受着比韩国本土存储厂商高出30%左右的估值溢价。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美股市场的流动性和投资者结构带来的主场定价优势。反观 SK 海力士，其核心上市地在韩国本土市场 KOSP， 虽然它在 HBM 高端芯片领域的技术实力和行业地位都足够强悍，但受限于韩国本土市场的资金容量和投资者结构，长期存在着明显的本土折价，也就是 Korea discount。 这个折价的根源从来不是公司基本面比美光差，而是它身处的定价圈子不一样。同一个资产放在不同市场交易，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估值锚点。买美光就像在家门口的连锁超市买东西，开户简单，交易顺畅，全球资金都能轻松进出。而买韩国本土的 SK 海力士，就像专门跑一趟海外代购，门槛高，流程复杂，大资金进出的摩擦成本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大资金自然会要求一个价格折扣。而这次 SK 海力士赴美发行 ADR 本质上就是一场估值突围战，它要跳出韩国本土市场的定价限制，正式进入全球 AI 产业的核心定价圈，与英伟达、美光站在同一个美股资金池里被重新评估。根据汇丰 HSBC 之前的测算， ADR 正式落地之后， SK 海力士的整体估值有望迎来 20% 左右的被动修复空间，
其长期目标价可以看向400万韩元。这个判断背后是定价权迁移和流动性提升的金融支撑，并不是拍脑袋的想象。在这里，我建议你记下3个即将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时间点：7月9日 ADR 定价日，7月10日正式在美股挂牌交易，7月29日2季度财报披露。这是 ADR 上市之后，海力士第一次用实打实的业绩验证估值逻辑的关键窗口。很多人对 ADR 的认知还停留在多了一个上市地点这么简单，但真正懂投资逻辑的资金盯紧的是这场对公司中长期估值体系的重塑。这种底层变化往往不是在上市当天一次性涨完，而是会在未来数个季度里通过资金的持续流入慢慢兑现。在看清中长期的估值重构之后，我们再回到眼前的调整，看看这轮下跌到底是怎么被引发的。大摩那份充满争议的看空报告出来之后，不少散户直接在恐慌中把下跌和存储周期见顶画上了等号。但如果我们把近期所有盘面因素拼起来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绝对。这轮调整本质上是好几股短期利空力量在特定时间段内共同造成的预期与筹码踩踏。第一， ADR 发行带来的短期资金分流，部分原本持有韩股的资金为了置换即将上市流动性更好的美股 ADR， 在韩国市场进行了预防性调仓。第二，行业相关诉讼消息带来的情绪扰动，专利和法律诉讼在科技巨头之间是常态，但在脆弱的震荡市里会被空头无限放大。第三，扩产计划引发的短期担忧，市场害怕产能释放过快，导致下半年价格松动。第四，前期高位获利盘的集中兑现，上半年累积了大量浮盈的筹码，在季末借助利空消息锁定利润。这些因素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全部偏向短期情绪性冲击，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动摇了 SK 海力士的长期盈利能力和产业地位。在专业机构眼里，这叫上涨过程中的情绪释放与筹码交换，而不是周期见顶的信号。真正决定趋势走向的，从来不是消息面的日内波动，而是实打实的业绩和产业需求。接下来我们看基本面，这也是反驳见顶论最硬的核心依据。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 C 海力士2季度营业利润同比暴增了整整 6.18 倍，瑞银给出的乐观预测更是达到惊人的 6.9 万亿韩元。这个盈利增速放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都是最亮眼的名牌。很多人会问，既然利润这么好，但现在存储价格涨幅确实放缓了，利润是不是很快就要走下坡路？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斜率认知误区，价格涨幅放缓绝对不等于价格下跌，更不等于利润见顶。只要产品价格依然维持在高位，产能利用率保持稳定，企业利润就会在每个季度持续兑现。周期的顶部从来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孤立点，而是一个持续数个季度的高位平台区。在这个高利润平台区里，企业的盈利厚度往往会超出多数短线客的预期，尤其是这一轮周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一次 AI 算力带来了结构性新增需求，而不是单纯的消费电子周期循环。过去几轮存储周期基本都是跟着智能手机、PC 等消费电子需求走，上行期短，下行期长，行业波动极其剧烈。但这一轮有 AI 带来的结构性刚需，高端存储的需求韧性远比过去强大得多。SK 海力士真正撑起长期估值底座的核心是 HBM， 也就是高带宽存储这条高端产品线。目前下一代 HBM4 已经深度绑定英伟达下一代 Rubin 平台，这意味着 SK 海力士将继续吃下整个 AI 算力爆发中最核心最暴利的那部分红利。和普通 DRAM、NAND 大宗商品不一样， HBM 本质上更像是一种高度定制化的核心部件，具有极高技术壁垒和极强客户粘性。它不会像普通存储芯片那样跟着大宗商品周期大起大落，它本身就自带更高的估值溢价。也正是因为 HBM 的存在， SK 海力士正在慢慢摆脱纯周期股的标签，正是向 AI 核心硬件厂商的定位靠拢。这种估值逻辑的质变，才是股价能够获得中长期底部抬升的底层支撑。再加上公司与全球头部云端巨头 Hyperscalers 签订的5年长期供货协议，也就是 LTA 未来几年的核心产能与基础利润，
都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基本盘。这种业绩确定性是此前很多纯周期存储公司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也要客观提醒一句，不要把5年涨鞋当作万无一失的挡箭牌。长鞋只能锁定基础出货量和基准价格区间，最终的盈利弹性依然高度取决于 AI 应用端在下半场的实际落地速度，以及行业内部竞争格局的变化。估值有了重构空间，基本面有了扎实支撑，接下来决定股价短期波动节奏的就是资金层面的几股力量。很多人听不懂金融学上的跨市套利，也就是 cross market arbitrage。这就像同款奢侈品包包在不同国家的专柜售价存在明显差价，这时候就会有代购进场，在便宜的地方买入，在贵的地方卖出，靠差价赚取利润。当美股 ADR 正式挂牌交易后，如果美股和韩股之间出现超过交易成本的差价，全球套利资金就会瞬间进场。通常的金融机制是，大资金会买入价格相对偏低的一端，同时在另一端进行相应的风险对冲，直到两地溢价差被慢慢抹平。这个资金流动过程本身不一定会推动股价单边持续上涨，但它会极大提升 SK 海力士在全球市场的关注度和交易活跃度。更重要的是，套利资金的存在会迫使全球主动管理基金开始真正重视这家公司，并将其纳入全球资产配置的股票池中。这带来的长期主动资金增量远比短线套利本身更重要。除了套利资金，第二股更稳定、更刚性的长期力量来自被动指数基金，也就是 passive index funds。市场普遍预期，在 ADR 上市并满足相关条件后， SK 海力士会逐步被纳入 SMH、SOXX 这些美股主流半导体 ETF 中。这些被动指数基金只要看到标的被纳入成分股，就会按照规则进行刚性被动买入配置。这是一股极其强大的物理买盘，会成为中长期股价的重要托底力量。还有第三股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资金力量，来自公司的大股东。为了保住 20.5% 的控股权，在 ADR 发行、股权面临被动稀释的背景下，母公司 Square 大概率会启动真金白银的股份回购。这种产业资本回购和市场上的短线投机资金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内部人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是市场非常重视的托底信号。最后就是流动性折价的消除。进入美股这个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后，全球大资金进出的便利性将呈数量级提升，不再受限于韩国本土市场的流动性瓶颈。大资金愿意为好的流动性付出溢价，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进行规模调整时不会对股价造成太大的被动冲击。这几股资金力量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股价中长期的重要支撑。但我们也必须保持敬畏，资金永远是放大器，基本面才是发动机。如果后续行业基本面跟不上，再强的资金也撑不住虚高的估值。将估值重构、基本面支撑以及资金流入这3层逻辑完整拼起来，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框架。短期来看，市场情绪扰动还需要时间消化，在 ADR 上市的关键节点前后，盘面大概率会反复震荡，不会轻易走出简单的单边行情。中长期来看， ADR 带来的估值体系重塑、HBM 与5年长协锁定的业绩增长，以及多股刚性资金的流入，这些支撑其长期趋势的核心逻辑，到目前为止没有受到实质性破坏。当有人问现在是不是合适的离场时机，这世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投资最核心的逻辑是回到你自己的持仓风险模型中去。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中短期博弈和情绪行情，那你就必须接受短期均线跌破带来的波动风险，并制定好严格的风险承受底线。如果你看重的是产业大趋势和全球估值重塑的长期逻辑，那你更应该盯紧的是 HBM 的排产计划和客户采购节奏有没有发生实质性恶化，而不是每天盯着 K 线的日内波动自我消耗。理性投资必须时刻做好风险排雷。在当前全球半导体格局中，我们需要密切监控以下3大风险点。第一，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三星在 HBM3E 和 HBM4 领域的追赶速度，如果两者的技术代差快速缩小，海力士的超额溢价将面临重估。第二， AI 算力落地速度不及预期，如果云厂商的 CapEx 释放出现阶段性停滞，
高位存储的估值将面临挤泡沫压力。第三，短期资金过度炒作带来的估值透支风险。你更看好 ADR 带来的长期估值修复空间，还是更担心存储周期见顶的短期风险？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察，用逻辑穿透波动，保持对市场的敬畏。我们下期影片再见。